相传在千年之前，人修历劫可升仙道，当时修真界晋升的仙者为数不多，连宇尊者便是其中之一。他时而为人谦虚友好，时而杀戮无情，飞升之日，金光散遍每一寸土地，可却在最后一刻被雷电直接击中心脉，绝命而亡，尸骨无存。竟是蓝忘机端坐在书案前，右手拿着书，左手抚摸着魏无羡躺在腿上的脸颊，嘴里念着书里的内容。魏无羡挪了挪身体，这连宇尊者也太惨了吧，马上要升仙了，却被雷给劈死了。蓝忘机低头与魏无羡对视，因果无可避。魏无羡又道：待善以善，待恶以恶。方才你还念到这连宇尊者为救一女童，以100人性命换之，其中尚有小偷小摸的孩子，此举蓝湛你以为如何？蓝忘机眉头微皱，我不知。魏无羡这可好奇了，坐起身与蓝忘机相对，眉眼之间都是笑意，道：很少听你如此回答。也是，本来善恶一念之间，恶者或行善事，善者或行恶事，本就难辨，立场不同，其结果亦会不同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，轻轻握着魏无羡的双手，道：立场不同，结果亦是不同，问心无愧而已。魏无羡软糯地勾住蓝忘机，蓝湛又想到哪儿去了？自然是想到魏无羡了。当年百家与温氏势不两立，你死我活，魏无羡凭一己之力屡获战功，成了击溃温氏最重要的一把利剑，其后却被人诟病杀人如麻。何为善与恶？若非魏无羡，他们如今可能依旧被温氏压迫，被随意践踏，无人谨记，只记得鬼道在他们心里留下的印记，如此的惧怕。善恶早就没有了分界线，不过凭着心中的道义，毁誉由人罢了。魏无羡见蓝忘机不回答，凑上去在蓝忘机唇上用力地亲上一口，随后道：蓝湛，善恶因果循环，若我有一日也与这连宇尊者一样。世间有你有我，无你无我。魏无羡一愣，他死过13年，那蓝忘机在这13年里又何尝真正的活过？随后魏无羡轻轻一笑：蓝湛，我猜连宇尊者一定是个单身汉。蓝忘机道：为何？魏无羡又道：得此良人，哪舍得给雷劈啊？哈哈哈，永永远远都是看不够的，对吧？蓝忘机将魏无羡揽入怀中。说来也巧，这藏书阁里的古书记载的古事一般都已经消散于世间了，可这事儿过了2个月，云深不知处还真召开了一场重要的家族会议，说是南蛮极远之处发现一地灵力飘散10里。魏无羡道：灵气飘10里，以前怎么没飘？蓝启仁一脸头痛的表情看着魏无羡，如此重要隐秘的家族会议，以前是万万想不到魏无羡也会来参加的。不过魏无羡问到点子上，他自然是要进行解释的。蓝启仁捋了捋胡须，努力调整心态，回道：那处是一座原始森林，里面雾气极重，出没的鬼怪皆不是凡物。我祖辈曾经也有灵力高强的仙者进入过，说是森林当中有一块巨大的墓碑，碑下埋葬的亦不知是何许人也。一般人莫说是墓碑，连森林都是不能靠近的。灵力也是近半月前开始发散的，如今已有许多家族前去，皆是不得善归。有人道：那想来灵力或许是墓里发出来的。魏无羡又道：照这么说，前去占便宜的人会更多，恐怕那森林会吃更多的人。虽不想承认百家如此德性，却不可否认，当初金氏设计让百家对付魏无羡，不也是看中这一身鬼道术法？如今灵力飘出10里未散，可想而知那森林里有多么令人向往的东西。莫说百家与各处散修，连魏无羡也是想去瞧上一瞧的。蓝忘机道：可有解法？蓝启仁道：尚无，今日召各位前来，便是想商议该如何做。有人要去找死，谁拦得住？不过魏无羡如今可是蓝家人，作为蓝家人，自然是要与蓝家同进同退的。蓝家想一探究竟，但要避免更多的人经不住诱惑去找死，他魏无羡怎么着也是要出一份力的。于是道：不去怎么知道如何做？蓝忘机也道：我与魏婴前往。蓝启仁想了想，道：最好也是如此了，此去未知风险，
不可逞强，不可玩乐，多待些人。魏无羡嘴又快道：“是，叔父。”蓝启仁深吐一口气，对着蓝忘机道：“思追与景仪应多加历练，此番一同带去，切记如此异象定非偶然，小心行事。”蓝忘机与魏无羡拱手道是，各自散开。精挑细选了10来人，由蓝思追与蓝景仪带队，一行人跟着蓝忘机、魏无羡往事发地点去。果然是在极远之地，遇见整整1天不曾休息，停在了林边一个偏远的小镇上。此镇看着人数不多，但个个都是不好惹的蛮横样子。他们寻了间客栈，老板收了钱，连路都不带，直接手一挥道：“自己去找。”蓝忘机与魏无羡没什么反应，倒是蓝景仪忍不住了。他家韩光君何时受过如此无礼的态度？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做生意都不会做，什么态度？”老板仿若未闻，挖了挖耳朵，翻了个白眼。蓝景仪气不打一处来，撸着袖子就想上前讨个说法，被魏无羡一把拎住：“景仪呀，入乡随俗，咱们自己找，自己找。”蓝思追与2个师弟也上前将蓝景仪拉住。蓝忘机道：“走吧。”随后几人到后院找自己房间。魏无羡偷偷摸摸地搭着蓝景仪的肩：“景仪呀，你看你这急性子，不必急于这一时，今儿个晚上有你出气的时候，等着呀。”蓝景仪道：“是吗？”魏无羡道：“当然是啊，可别睡得太死啊。”蓝景仪道：“嘿嘿，好。”2人的悄悄话人尽皆闻。蓝忘机将魏无羡牵过，寻到了一间房，推门而入，尘灰四溢，看来根本没有打理过。魏无羡掸了掸自己和蓝忘机眼前的灰尘，道：“蓝湛，要不咱们还是出去睡大树上吧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外面冷。”魏无羡又道：“冷是冷了些，那咱们多做点正事，不就暖和了吗？这个地方乱七八糟的，你睡着多难受啊。”蓝忘机接着道：“无妨。”门一关，将灯火点燃，魏无羡已经凑在了蓝忘机的眼前，一脸坏笑道：“蓝湛，这个地方灰气冲天的，一会儿亲嘴儿的时候还不吃一嘴巴土啊！”蓝忘机擦干净一张凳子，让魏无羡坐下，无奈道：“别闹，今晚不适宜。”魏无羡噗呲一笑：“不适宜什么？我只说了亲嘴儿，可没说别的，有什么不适宜的？还是你想到别处去了？没看出来啊，韩光君，满脑子这种思想，怎么想的？这张床被子都没换过，总不能在床上来吧？那就是在桌上，我看这桌子挺好擦的，在桌上也可以。你站着弄我高度也刚刚好。哎，蓝湛，现在来。不过你得轻点，我看这桌子不经动，弄坏了可还要赔的。”魏无羡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堆，蓝忘机已经将桌面凳子擦干净了。这房里根本没有新的被子，所以床肯定是睡不了了。魏无羡一屁股往桌上坐，还道：“蓝湛，我来了。”蓝忘机无奈道：“别闹。”魏无羡哪里能不闹，双腿将蓝忘机夹紧固定，道：“我想跟我自己的道侣做点趣事，怎么叫胡闹呢？你忘了，昨晚你还闹得停不下来呢。”蓝忘机顺势搂住魏无羡的腰身，这桌子确实高度刚好，这么互相一抱，2人的下半身刚好贴合在了一起，紧密的无比融洽。蓝忘机呼吸顺重，道：“此间客栈不普通，一会儿或有事发生。”魏无羡又道：“真是可惜，都顶上了。”蓝忘机凑上前亲吻魏无羡的唇，道：“魏婴，别这样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怎样？怎么样？他自己不知道吗？”蓝忘机最受不了的就是魏无羡荤言荤语的引诱，明知今晚不会普通，自然不可能放开来做，这可不是要命吗？蓝忘机将魏无羡往怀里一带，双手托着魏无羡的臀，准备往下抱，嘴里道：“下来。”魏无羡也不反抗，任由蓝忘机将他放回凳子上，还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，蓝湛，你这个样子可真是太犯规了，明明心里想弄我想的不行，还故作正人君子，坐怀不乱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眼里看起来我都快被脱光了。”蓝忘机稳住呼吸，他确实想把魏无羡脱光，就现在，但是2人也不可能真做点什么的。门声响起来了，蓝思追的声音随即传来，道：“韩光君，魏前辈，客栈没有准备晚餐，魏前辈是想吃饭还是面食？”蓝忘机看了看魏无羡，魏无羡回应道：“小思追呀，
煮点面吧，简单一点。蓝思追又道：“是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他们会做面吗？不会把人家客栈给烧了吧？”蓝忘机道：“简单膳食，应会。”不过虽是这么说，但两人心里还是略有怀疑的。左右在房里也无事，打开门准备往厨房去。二人走过2间长廊，路过一个方圆形门口，里面传来一声闷哼，听起来极为痛苦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鼻子突然窜出一股血腥之气，随之而来的还有2个悄悄咪咪的人声：“这么快就死了，真是不经用！别废话了，赶紧抬过去吧，一会儿就不新鲜了。对了，今天来的那一队人看起来不简单。那又怎么样？这么多不简单的不都折在这儿了？怕什么？赶紧动手！”随后两人沉重的脚步声来到门口，开门就看见了站得端端正正的蓝忘机与魏无羡。魏无羡张开笑脸，挥手道：“嗨，真巧。”两人愣住了，抬着尸体的手瞬间软得不行，尸体落在地上，两人使了眼色准备动手，手还没伸出来，便被魏无羡一人贴了一张符纸。随后魏无羡下命令道：“将这人抬出去，好好埋了。”两人眼神惊恐，可行动还是自然，已经将尸体抬起来了。魏无羡拉着蓝忘机的手道：“蓝湛，走吧，不知道思追的面煮好了没有？”一路往厨房去，蓝忘机皱紧了眉头。魏婴、灵力消散了。魏无羡此时眉头也紧锁着，回头抓紧蓝忘机的手道：“看来这个地方确实不简单。蓝湛，我们快些，恐怕思追他们的灵力也散了。”两人加快脚步，走到厨房外时，就听见蓝景怡气急如雷的声音：“你这个无赖，说不说？再不说，我把你放到灶孔里给烧了！”中气十足，蓝忘机与魏无羡松了口气，脚步放缓，慢慢跨进厨房。方才的老板与几个伙计正被五花大绑的扔在地上，蓝景怡拿着剑正对着老板说着狠话。看见蓝忘机与魏无羡，立刻收敛，与蓝思追几人上前行礼道：“韩光君，魏前辈。”蓝忘机看着蓝景怡，蓝景怡心里咯噔一下，仿佛看见了无数变家规在眼前飘悠。趁着蓝忘机还没有开口，又道：“韩光君，这个人不知使了什么法子，我们灵力都散了，方才还想过来害我们，幸好我们有位前辈的符咒，不然还真让他得逞了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小心为上。”小心为上，好好审问，拿剑指着人的命脉骂也无济于事。蓝景怡是听懂了，可见魏无羡拿着陈情指着绑在地上的老板道：“说不说？不说我可不客气了。”可以说是与蓝景怡的做法一模一样。老板似乎很是气愤，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？蓝思追接话道：“为何灵力都散了，却不受影响，没有落入你的圈套？你以为我们是谁？这可是姑苏蓝氏韩光俊与夷陵老祖，即便是没有灵力，你怎能伤我们分毫？”这老板看起来有力气，其实不过是比普通人厉害一点点罢了。若是失去灵力被抓到也正常，可他今日运气不好，碰见了不该碰见的人。但老板可不怕，又道：“等连羽尊者复活了，夷陵老祖算什么？你们通通都得死。”魏无羡道：“连羽尊者？艾蓝湛，是不是你上次说的那个连羽尊者？难道叔父说的那个墓碑里面就是他？”蓝忘机道：“应是。”蓝思追问道：“魏前辈，连羽尊者是何人？”魏无羡又道：“这个等会再说。思追啊，你带人去查探一下四周，是否有不同寻常的地方，可存放新鲜尸身稀释灵力，护身符可够。”蓝思追道：“够的，魏前辈。韩光俊，那我先去。”蓝忘机与魏无羡点头，随后魏无羡又对蓝景怡道：“景怡啊，把这老板提出去，面条赶紧下了，我都饿死了。”蓝景怡还以为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任务，谁知道是下面条，但也老老实实的将老板和几个伙计提着扔到了厨房外面，开始和面下锅。几个小辈下出来的面确实味道不怎么样，毕竟与蓝忘机的厨艺那是没办法相提并论的，但辣椒放得多，魏无羡吃的还算满意。蓝景怡也很是体贴，怕店家几个伙计饿了，给他们也下了一些辣椒面，亲自走出厨房喂进了老板及伙计们的嘴里。等蓝思追带人回来时，先看见的就是这几人的嘴巴已经辣得不成形了。
蓝思追道：“锦仪，他们怎么了？”蓝锦仪道：“饿了，吃饭呢。”蓝思追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韩光俊与魏前辈呢？”蓝锦仪道：“在里面呢。对了，思追，给你们留了面，快去吃。”厨房里，魏无羡正撅着嘴在蓝忘机的筷子下讨面吃，见蓝思追进去了，也丝毫不避讳，讨了一口，边嚼边道：“思追回来了呀，怎么样了？”蓝思追道：“后院不远处有一口地洞，很是隐秘，里面却有吸力，洞里极深，思追不敢擅自带人入洞探索。”魏无羡点头道：“你们先吃吧，一会面干成坨了，明日一早咱们再去。”蓝思追与其余人拱手道时，虽说没了灵力也不怕，可心里总是没有安全感的。一行人也没有睡觉，就在这客栈里坐到了天亮。蓝思追与蓝锦仪提着店里的老板伙计，一同前往昨晚寻到的地洞。蓝忘机与魏无羡先下，洞内黝黑潮湿，说起话来回声阵阵。魏无羡却噗呲一笑，道：“蓝湛，里面不会还有只大王八吧？”哈哈哈哈！确实与当年在玄武洞里很是相似。两人探好路，让小辈们一一落下来，点燃火把往前探索。越往里面走，一股无名的吸力就越大。魏无羡给他们一人画了一张符，走得还算稳定。渐渐的就能感觉到此处与玄武洞是完全不同的。路上隐隐有一股血腥之气慢慢传来，紧接着便是一块一块的尸体慢慢显在脚下。也不知走了多远，脚下的尸体越来越多，死尸的血腥味也越加浓重。魏无羡耳边不停地传来鬼嚎，甚是难听，道：“蓝湛，小心些，估计前面尸体都堆成山了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你可还好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我没事，就是有点吵，一会儿灵力回来了就好了。”这时身后的小辈们也觉得难受极了，特别是蓝锦仪提着老板，恨不能直接将他扔下，道：“你们真是丧心病狂，杀了这么多人！”老板脸上却没有惧意，甚至有些兴奋，能为莲羽尊者的复活做出贡献，这是他们的荣幸，你们也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笑得很是夸张。魏无羡等他笑够了，接着道：“这地洞是与原始林中的墓碑相连，你不会觉得一个死人吸点灵力就能复活吧？”老板道：“你一灵老祖还不是死而复生了？”这倒是，这世间之事，谁又能完全明白？也说不定可以呢。魏无羡拉着蓝忘机的手一路往前，又道：“别说，你还挺厉害，这死的人里还有不少灵力高强之人。”老板又道：“夷陵老祖夸奖。”蓝锦仪道：“谁夸奖你了？少不要脸了。”老板接着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会儿有你求饶的。”蓝锦仪将老板往地下一扔，随地摸了一块尸体上的破布，往老板嘴里一塞，道：“闭嘴吧，有禁言术不用，偏偏来了这么一遭。”魏无羡噗呲一笑，对着蓝忘机道：“不愧是韩光俊亲自教出来的弟子，坏点子跟韩光俊一样多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分明是与你学的。”魏无羡又道：“这怎么是跟我学的？我又没带他们几年，分明就是跟你学的，还不承认？”蓝忘机接着道：“我没有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蓝湛，怎么跟晚上说话一样？分明就是你自己忍不住要弄我，还说是我的错，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想搞我。”魏无羡真是正经不到一会儿，这种时候还能想到这档子事。蓝忘机无奈地将魏无羡的腰部搂紧，准备开口说话，魏无羡却先道：“蓝湛，前面不对劲。”一行人停下，随后魏无羡手举陈情立于嘴边，一取出，地上密密麻麻的尸体开始站了起来，嘶吼着往前开路。果然往前走了20几步，便消失不见了。魏无羡嘴角上扬，道：“这样的小把戏，还好意思拿出来玩？”随手在眼前画上一张符咒，随后无限放大，朝着前面打入。狂风大作，面前出现了一块吸盘一样的东西，吸力极大。魏无羡嘴里念叨几声破，随即爆炸声响，眼前的吸盘被炸得粉碎，刺眼的亮光尽显眼前。几人遮眼，适应亮光后慢慢往前走，已经走到了原始林中。面前是一块巨大的墓碑，上面只有4个大字：莲羽之墓。墓碑看上去普通无比，可碑的周围却有一方法阵。若魏无羡猜得不错，这个法阵可吸食储存灵力。抬头张望，
果然四周遍布灵力，多得溢出了林中，从上方一直往外泄出。被五花大绑的老板似乎很是激动，嘴里的破布也没有阻挡住他发出惊声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随后扭动着从蓝锦衣手里挣脱，往墓碑爬去，呜呜呜的，也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蓝忘机感觉灵力正在恢复，身后的蓝思追也道：“寒光郡尉前辈，灵力好像回来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终于不吵了，死人这么多，吵得我头疼。锦衣，给这位老板松绑吧。”蓝锦衣举剑刷刷两声，老板拿开嘴里的破布，神情激动道：“尊者，尊者，拜见尊者。”魏无羡抽了抽嘴，道：“你的尊者死得透透的，根本听不见。”老板转过头道：“你胡说，这阵法没错，就是尊者叫先祖所做，定是没错的。灵力不够，你们把灵力交出来，否则尊者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看来从这个人的嘴里应该听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了。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这法阵倒是不错，可惜画这法阵的人却灵力低微，若是强行共情，应该是可以的。”蓝忘机道：“我来。”魏无羡又道：“我来吧，我更熟悉些。若是找不到释放灵力之法，这里就只能如以前的乱葬岗一般封起来，不能让人靠近了。”蓝忘机紧握魏无羡的手腕不应声。魏无羡笑道：“好，那我们一起。”蓝忘机对着蓝思追道：“看好他们。”蓝思追道：“是。寒光君放心，我会及时唤醒你们的。”蓝忘机点头，与魏无羡盘坐于法阵之前，准备共情。蓝思追对老板下了禁言术，随后使了个眼色，示意其他人将他捆严实。可怜老板刚松开没一会儿，又被五花大绑。蓝忘机与魏无羡进入共情，与施法阵之人共感，眼前是一片荒漠，天空电闪雷鸣，可怕至极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劈在眼前。共情之人东躲西藏，眼睛一直看着空中雷击之处，只听一声痛苦的呐喊从雷电之中传来，随后有一人从半空坠落，雷电准确地击中那人的身体，瞬间魂飞驱散，连一点残躯都没留下。莲于尊者，尊者，不，是一名女子的声音。魏无羡与蓝忘机一时传声道：“蓝湛，没想到这个法阵竟是一名女子所画，看来这女子应是与这莲与尊者有什么情缘啊。”蓝忘机回应道：“再看。”画面一转，两人来到一片青山绿水之间，一名红衣女子手里捧着花束正在奔跑，嘴里还道：“莲与尊者，我学会了，画给你看。”莲与尊者一身黑衣白衬，手里拿着一把极长的剑柄，一脸宠溺地看着红衣女子跑来，道：“是吗？”红衣女子将花放在地上，随后咬破手指，在地上写画画。不久，一块法阵就画了出来。莲与尊者道：“画得不错，切记此阵不可对人使用，你灵力低微，只可借此吸食天地之间的灵气修炼，以血为阵，以邪解阵，可能做到。”红衣女子道：“是，我知道了。”莲与尊者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该继续上路了。”说着就背手准备潇洒离开。红衣女子赶忙阻止：“你可以留下来吗？”莲与尊者摸了摸女子的头：“你该回去了。有了此阵法相助，修炼并不是难事，应不会再受人欺辱，也可嫁个好人家，共此一生。”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红衣女子却红了眼眶。魏无羡又一时传话道：“我说这个莲与尊者是个单身汉嘛，人家姑娘表现得这么明显了，他一点都看不出来，这就走了。”蓝忘机道：“情之一事，切不可勉强。”魏无羡又道：“嘿嘿，这也分人的，若是我，你来勉强也无不可，勉强一次我便从了你。”哈哈哈。蓝忘机道：“魏婴，不可胡闹。”这种时候确实不适合闹腾。画面接着转，红衣女子穿上了黑衣，肚子鼓起来，差不多快生了，在一块大石上刻下了“莲与之木”4个大字，随后又割开血脉，在四周画上了法阵。我脉之后，世世代代守其木，杀人取灵，为复活莲羽而生，皆不可忘。清铃响起，时辰差不多了。蓝思追将蓝忘机与魏无羡唤醒。魏无羡起身看着地上趴着的老板道：“你的血应该可以，锦衣，放点他的血在法阵中。”蓝锦衣确定自己没有听错，手起在老板的胳膊上就是一剑，
随后提着老板放在法阵之上，血迹滴落，法阵的功能逐渐消失，周围的灵气也逐渐散去。老板呜呜呜的不知想做什么，最后使劲的凑起身体，用力一跳，整个人撞在墓碑之上，头上鲜血直流。禁言术解开，立刻道：灵力、血、尊者，给你，都给你。直到死也没见莲与尊者有什么动静。魏无羡叹了口气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执念还挺深，一块石碑而已，怎么可能会复活，还因此害死这么多人？若是莲与尊者真有意识，恐怕也会被气死吧，真是愚昧。如今撞死在这里，也算是对这些无故死去的人有个交代。蓝忘机道：灵力已散，回吧。魏无羡道：走吧。小辈们追上来问道：魏前辈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个老板的血为何能解这个法阵？魏前辈，你共情看到了什么？魏无羡笑道：你们寒光郡也看到了，问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辈们瞬间鸦雀无声。几人遇见上空，魏无羡与蓝忘机立在半空合奏一曲。此下无故死去的人多，若不净化，恐怕难以消停。一曲毕，该回家了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